好，剛談了我們這個東施效顰啊，國安局訪美國 CIA 去搞一個號召老共起義來歸哈。那曾宇太年輕，不知道說以前呢起義來歸還有黃金什麼1000兩、2000兩、3000兩哦，那時候很多沒有很多了，這有老共機過來啊。那如果說你是老共的這個軍方重要人士，你是向美國投誠還到台灣來，你自己想了。那麼當然到美國嘛，美國還有大使住在美國，真的不行還可以出來交涉。我們很多台商關在大陸監獄裡面，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看都沒有辦法看，完全沒有管道嘛。哦，國民黨時代還有時候還可以關心一下，現在誰關心了？怎麼關心呢？哦，而且到美國搞不好給你綠卡啦，給你其他的保護啊。所以我們做歸做了，但是我很懷疑它的效果怎樣了。好吧，蔣萬安說要廢除監察院哦，民進黨這個。民進黨院長呢，卓榮泰說呢，行政院長說希望蔣萬安多談市政了，因為蔣萬安喊廢除監察，戳到他的痛處，你知道嗎？哦，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如果執政，蔣萬安重申，我還是這個不改，要廢監察院，而且訪問賴清德多次說要廢監察院，賴清德講很多次嘛。那現在看法又如何？你賴清德現在不要廢，你們29為什麼提滿呢？你實際上不提，就等於實質上廢掉了。雖然沒有修憲把監察院廢掉，因為修憲比較困難，但你不提就以前也發生過好幾次啊。馬英九時代空了10幾個啊，哦，蔡英文時代也空了很多個啊，那不提就算了吧，不提監察院實質上就沒有功能嘛，所以沒有那麼困難了。哦，那為什麼不做呢？哦，我覺得政見哦，當然很多人說政見不是100%都能夠達成，但有能力達成盡量達成嘛。對，好吧，那這個，所以監察院現在到底，現在在野黨意思說，好像現在國民黨他提了2個國民黨的嘛，廖婉如跟這個謝政達，哦，那好像也不是國民黨推薦的，也沒有政黨協商。照理講，這種東西要尊重政黨，至少我請你啊，請你推薦幾個，我們來協商。而且監察委員不到5個，等於作廢，1個2個能夠做什麼用呢？對不對？好，那麼所以呢，蔣萬安是12號到南投，哦。出席蔣萬安12號到南投出席南投的巧克力咖啡節，卓榮泰13號就去了，13號就去哦，所以呢，哇，現在看起來南投也變成兵家必爭之地啊。那另外呢，少子化，財政部委外報告說，中央的稅入恐怕會減少45%。那專崔說不代表財政部立場，你委外嘛，當然財政部不能我這樣說，但實際上就這樣子啊，你現在越生越少，最多是台灣1年生43個小 baby 啊。今年可能只有9萬啊，10萬不到啊。那你將來這9萬要養那43萬，你怎麼養？你告訴我，我想的頭都大了。那些人現在又越活越長哦，不是什麼活65歲退休，75、85、95、100歲都一堆。那這些人要養那麼多人，他怎麼養啊？通常是這麼多人養這麼多人可以，你這麼少人養那麼多人，問題大了。將來誰交稅？健保、勞保、國民年金，這都是問題啊。將來當兵誰去當？大大的問題啊、哦，那所以財政部為什麼公布這個？就告訴你將來怎麼辦了。但怎麼辦呢？你財政部也不能幫人家生孩子啊，好吧？在野黨說跳過立院規避監督，因為賴政府現在0到18歲一個人給5000，哦，給5000一年就是將近2000億哦。那你現在不省的錢不省花，將來怎麼辦呢？而且照理講，應該立法這麼多的錢應該通過立法院的，哦，但你不通過，用個行政命令就發。不可以這樣子，哦，這個真的破壞財政記錄。像這麼跟錢這麼有關的，都要到國會去嘛。就像川普要給你加關稅10%，法院就說不行，這是國會的權責嘛。你總統怎麼可以一下就加10%呢？都不可以。哦，那另外呢，這個媒體就說撒幣救少子化，恐怕財政也毀了，再留子孫，而且也救不了少子化。現在少生孩子都是有錢的地方，不是沒錢的地方。哦，你自己看嘛。台灣比以前有錢吧？那為什麼以前可以生43萬，現在只生9萬呢？不是沒有錢呢，是因為生活好了反而不生。全世界最早不生是歐洲，歐洲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最進步的地方，它最先少子化，然后再慢慢傳到這邊來。現在非洲都少子化了，所以不是只有亞洲少子化，中東、非洲都少子化了。看一下。台北市長蔣萬安出發新加坡前一天，繼續跑市政行程，替龍山區民活動中心揭牌。不過，遠在南投的行政院長卓榮泰卻是要他做好這件事。我們都盡量來關懷地方，關心縣政，關心市政。
我也希望蔣市長多談談市政。隔空要蔣萬安多談市政，因為蔣萬安拋出廢除監察院，更呼籲藍白兩黨團全數封殺總統府提出的29人監委名單。今天來龍山區民活動中心，這不就是最具體市政建設的成果？明天我要去新加坡，是台灣第一個獲得李光耀城市獎的殊榮，這不也就是市政建設的成果？至於監察院的問題，賴清德總統說過非常多次要廢除監察院。賴總統現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矛頭對準總統，蔣萬安回擊，曾說過廢監院的賴清德現在作何感想？不過被自家前輩也是監委名單之一的前國民黨立委廖婉汝批評，要否定國民黨法統就要有動作。如果蔣萬安以後當總統，監院廢不廢？改知識體大嘛？你現在講了半天，講只會講廢掉之後，還是留人不留院，那有用嗎？沒有動作啊！某某人當了總統，國民黨當了總統之後，要不要廢？提名權在你的時候，你要不要廢？就算國民黨重新執政，我還是不會改變我認為應該要廢除監察院的立場。從市政拉高到縣政，蔣萬安主導戰場，綠營群起而攻之。戴維，其實蔣萬安講這個話，要把這個監察院廢掉哦，這個民間是非常的支持的，民意支持度超過70%了。那要記得，在陳水扁時代，蔣萬安在這個馬英九時代都有說監委大人數非常不足，幾乎沒有的，都有這種情況。監察院照樣運作，所以這個院大家之所以很瞧不起的，主要就是太政治導向了。我們舉幾個例子啊，像他的所謂的英系的高永成，他就對那個承辦曲棍球檢察官啊，給他2次叫他說你要辦，那就是拿。結果他不理，就把他彈劾，就把這個檢察官彈劾，不聽你的話就彈劾。陳宗彥性侵被招待，這個這麼嚴重，結果這個檢察院通通不彈劾。陳曲藝拖了這麼久沒有，還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監委在 communicating 的時候，有一個監委跳出來說：“我要請陳時中來問一問，有關於這個買疫苗的事情什麼之類的。”這個這次處理的時候，蘇貞昌一吼，哇，好大聲罵回去啊！所以點名了，監察委馬上點，到現在為止不敢約談陳時中。陳時中沒有問題嗎？那個時候沒有問題嗎？疫苗的問題，因為意識形態讓我們的疫苗的攻擊產生這麼大的問題，威脅到我們的健康，很多人民的健康。這時候有監委想要去了解狀況，結果都不可得。這樣的一個監委的一個陣容，再看看最近大家講的也是一個高永成，啊，跟前高院的院長都是在蔡英文時代，叫做吳燦，對於一個經濟犯罪啊，12.5億啊，炒股獲得12.5億，本來有罪哦，他們兩個去瞧一瞧，監委跟高院的院長，司法院高院的院長2個人一起去瞧他無罪，這樣的監察委員，各位就想到說，現在目前是民進黨全面掌控的一個監察委員是什麼？完全就是大喇喇的，而且毫不忌諱的圖利自己的人。然後呢，專門去殺，專門要約談藍營的官員，這個東西數都可以數得出來了。所以清清楚楚就看得到說，這樣的一個院，你不如廢掉，完全沒有功能，白占土地啊。人民的蔣萬安把這個講出來，好了，他就面對到你要講說，這個要修憲啊，修憲第2段嘛，那最少他講的是說，我第一個先動作是什麼？先留院不留人，第2個階段院也不要留，他的重點在這裡。我覺得他有勇氣講出這個東西是不簡單的。我基本上你自己想想，今天如果說你是在野黨，你會給他通過嗎？我賴清德一定知道嘛，他不會那麼笨吧？數學算也就知道啊。立法院民眾黨8個委員，國民黨52個，加起來60個，然後2個無黨籍62個，民進黨就51票，立法院怎麼會過呢？對不對？那國民黨還提了2個，民眾黨1個也沒有提啊。那也對不對？總不能說這個誰跟誰關係比較好，就陳永欣跟這個柯文哲還是跟誰關係比較好，就會同意？不可能的，政黨有政黨的立場跟政黨的想法，好吧？你說我一定要監察院，雖然好這個。憲法沒有修憲以前，沒有廢以前，我一定要提。你29個，起碼是15個藍白，14個民進黨。藍白在立法院比你多啊，選出來也比你多啊。
你賴清德40%的選票嘛，就你搞了半天29%，10分之一都不到，这15分之一，30分之就是算30個的2個15分之一嘛，那藍白怎麼可以通過呢？這是雞肋嘛，你通過了幹什麼？這2個到底監察院能夠發揮什麼作用？不會給你過的。那為什麼就是這樣提呢？就是我就不懂賴清德想什麼。你知道不會過，你為什麼這樣提？也不經過政黨協商，不是很奇怪嗎？那你明知不會過嘛，那你就是要怎樣？要累積修美本是吧？相罵本。所以你看看我們這個預算不過，我們監委不過，你想不想把事情做成嘛？如果你想把事情做成，就不是這種做法嘛。這很簡單嘛，永平。其實蔣萬安呢，他去評論監察院這個事情，有沒有一個他的立場跟政治基礎呢？我們可以說是很強的，因為蔣萬安他如果在做立法委員的任內，他沒有針對監察院這個議題發過言或者做過政治主張，那你今天可能會覺得說，哎，你一個市長突然講這個事很突兀。可是蔣萬安不是啊，他在做立委的時期，他也參加這個憲政改革這個的路線，然後呢，他也多次呼籲對監察院的這個問題，他也覺得說，那你現在不能夠一步到位廢掉，那就先把它凍結。他已經長期做這樣的主張，那他現在雖然是台北市長，那他把他長期的政治主張這個時候來提出來，這樣他有什麼問題？而且他主要他要反襯的是說，你賴清德你也做過立法委員，你也做過市長，你現在更做過總統，那你一路走來，你在立委跟市長任內，你都是主張廢除監察院的，怎麼你作為總統，你不但不廢，還去把它提好提滿呢？那我想蔣萬安主要他要提出的是這樣的一種對照的問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蔣萬安作為台北市長，他在任期剛剛上任的時候，因為那個金華城案啊，他也可以算是監察委員的受害者，因為那個金華城案本來早在這個郝龍斌時代，他的容積率什麼的早就都定案了嘛，是那個時候有一個監委。一直出來糾正台北市政府說你錯了，你要這個提高容積率什麼的，然後台北市政府實在是非常的痛苦不得已，因為你監察院只要有委員的這個身份呢，你還是有一定的權限嘛，對不對？他一直對你的台北市長提出糾正，你能夠真的坐視不理他嗎？結果這個監委呢退休下來跑到跟沈清金有相關的企業去工作嘛。所以你說在這種狀況底下，監察院大家本來期待的是說，你一個機構，你若有一些正面的表現，那有一些人出現一些比較負面的問題，大家還可以說啊，一個機構的常情。不是啊，你正面都沒有，大家期待你做的都不做，反而呢，你用政黨偏私的角度呢，你一直去自己也變成了政治鬥爭的打手，而且呢，還為你綠營的金主或者綠色的問題呢，你在那邊作為護航，大家當然看不下去嘛。所以你在這個時刻，那其實從藍營的角度，因為這次真的很尷尬，他提名呢沒有跟國民黨協商，可是他卻提了那個國民黨籍的2個人士。當然我們今天真的評論這個事情，個別的人他怎麼思考，他怎麼主張，他怎麼想，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啦。但是你這種狀況底下呢，你如果藍營又沒有重量級的政治人物發聲，當然會對基層來講很難以交代嘛。那基層看到監察院這個事情氣得要命，整天就覺得說不可以跟這個綠營再繼續這樣子跟他們同流合污，對不對？甚至也有基層會罵什麼為虎作倀，什麼話都講出來了。那我覺得蔣萬安在這個時候適時的表達，那也有助於呢，現在馬上進入要白熱化的這個年底的選群呢，把這個藍營的心呢鞏固一下，我覺得有這個正面的效果。休息一下再回來。好，蔣萬安到新加坡出席世界城市高峰會開幕哈，新加坡總理黃循財跟他握手啊，問好啊。那另外呢，這個因為呢，卓榮泰說要蔣萬安你少談監察院，多談台北市政。
蔣萬安說，台北是台灣第一個獲得李光耀城市獎的城市，所以我們市政做得不錯，我們才能夠獲得李光耀城市獎啊。那另外呢，這個說因為評審團為什麼給台北市這個李光耀城市獎，說是呢，這個他說歷任市長市府團隊全體公務人員的努力啊。他說主要呢，他們對大巨蛋，因為評審團在台灣來看，對於捷運的建設、對市場的改建以及這個透過數位學生能夠兌換鮮奶的政策印象深刻，所以它有一個評分的標準一定很多城市去競爭嘛那另外呢，秦慧珠也曝說，柯文哲呢也曾經申請，2018年呢也曾經提出申請，市政府申請了，但是呢入圍都沒入圍，所以他還有入圍然後得獎所以表示呢說蔣萬安做得不錯，是秦慧珠的意思了那另外呢，這個沈伯洋說光去領世界城市獎，鼠患這些問題，蔣萬安也要注意要鼠患等等了那另外呢，這個沈伯洋說呢，我想的是未來80年，不是過去80年。意思就是說呢，蔣萬安沒有想未来，只想過去。蔣萬安說，我每天都回應未來，在推動各種市政建設。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看的是過去的這個80年。但我們現在想的是，那未來的80年當然呢，我知道這個在接近選舉的時候呢，其實都會有辯論的場合。但是因為現在我們有時候會真的很想要知道他的回應，而不是說只聽到一些局處或者一些政務官出來回應。大選蔣萬安多派政務官回應自己，沈伯洋公開下辯論戰帖，形勢布局。我每天都在面對各式各樣的市政問題，也都一一的針對問題來回應。而且做說明，而且不只是說明，更用實際具體的行動來推動各項的市政建設。所以，任何各方的好的建議，我們都會願意聆聽來參考。要不要接下戰帖？蔣萬安沒有明說，畢竟眼前最重要的公務是要去新加坡，代表台北市領取李光耀世界城市獎的特別獎。公務人員的努力跟付出絕不容抹煞，所以這份榮耀是屬於大家的。而今天有這樣的成果，我一定會好好的守護，也會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繼續努力。得獎這件事情呢，也不能夠掩蓋我們這幾個禮拜不斷的提出市民所關心的問題。我們從最早的，比如說老鼠的問題，還有這一個密室逃脫、這公安的問題，各種題目都能一陣輸出。有別於進入選戰模式的沈伯洋，蔣萬安一如既往，現在又要出國領獎，仿佛根本不在同一個賽道之上。天宇。我覺得首先呢，其實我蠻意外，就是秦姐會這麼說的。我覺得有一點可惜，因為我認為成熟的城市治理真的不是搶攻，而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傳承。如果說照李光耀的城市獎來證明一件事情啦，整個城市治理本來就是靠着一棒接着一棒。我的認知會是什麼？郝龍斌種樹，柯文哲澆水，蔣萬安開花，一棒接着一棒，這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城市的治理才會出現的。所以其實真的在這個時候，真的不是誰來搶功，而是如何讓我們一棒接着一棒的市政可以做得更好。那其實在這個整個城市治理的案件李光耀城市這個獎項，其實你可以看到成熟的政治家他會努力的。蔣萬安這一點，我覺得他回得非常的好。他說，本來這個獎的榮耀是給所有的市府同仁以及所有的市民，還有所有的市府團隊，是大家一起來承襲這樣子的榮耀，而不是說在這個時候政治角力上面去說你看你得這個獎沒什麼啦，你還要顧什麼其他的？我覺得很可惜的是說，一個城市的榮耀應該是不分黨派、不分顏色，大家一起來去看整個城市的進步。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其實沈伯洋真的要好好的來調整一下，你們的步伐可能有一點搞錯了。台北市的成功絕對不會只是蔣萬安一個人，而是過去100年以來每一代的市長一棒接着一棒。你看看他剛剛說到的所謂捷運，當時是誰？我記得應該是黃大洲時期吧，對不对？當時的去建制的市場改建是由誰？是柯文哲來去建制的。好，他剛剛講到說，用那個就是數位方式來去兌換牛奶是誰？是蔣萬安。所以其實每一代的城市治理都是靠了每一任市長他的想法以及他的執行力來做的。所以這個時候誰都不需要搶功，而是來去承接台北市的進步，有沒有機會可以擴散到每一個城市？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新加坡這個李光耀城市獎呢，說真的，它是一個位階很高的城市獎。
那在過去，全台灣沒有一個城市得到過，因為它的是每2年才會頒發一次，而且呢，它有這個城市界的諾貝爾獎之稱啦。所以，因為新加坡本身就是一個以治理非常的優秀聞名全世界的一個小國，所以當他對這個城市的治理，因為它是城市國家嘛，對這個城市治理有相當高標準的，所以各國各個城市都以能得到這個李光耀城市獎呢，作為一個很大的光彩。那確實啦，我也認同真宇講的，台北市政推到今天，不是一人一朝之功啦。就台北市能夠這麼的就是市政非常的穩健啊，捷運可以進行的這麼妥帖，然後各種的數位政府呢可以這麼有序的進行啊，然後民眾可以覺得有這麼的便利等等。其實歷任的市長、歷任的市府團隊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也不可諱言的，我覺得蔣萬安的能力呢，在於他很會抓重點。譬如說，我們這個數位身份證、數位這個校園的這個學生證呢，早在郝龍斌時期就已經完全推廣了。可是他現在直接拿這個數位證，可以去搭配他的生班班喝鮮奶的這個政策，你可以去換鮮奶的這些事情，就是蔣萬安上任的一些巧思。所以你如何在好的基礎上面呢，你給它增加亮點，而你這個亮點在原來已經很好的軟硬體基礎之上呢，你一下子發了光所以從這個角度呢，蔣萬安在這個時期能夠得這個獎，我覺得當然對於他本人還有整個台北市覺得與有榮焉以外，對他今年的這個連任的道路呢，又等於更加強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助力那當然在這個時候，作為他的競爭對手沈伯洋要講這個酸話，講那個酸話都沒有關係。我們對沈伯洋只有一個期待你不要每天講一大堆很空泛的形容詞啦，什麼非常遙遠的事情，你趕快。你要準備辯論也可以，你趕快找出現在台北市政最明顯的問題，跟你想要解決的方式，具體的大家基於這樣有一個討論的基礎，我覺得是比較好的選舉方式。我去查了一下，這個獎是採取2階段評估，過程非常的嚴格，有第三方獨立專家來提名，不能自己報名，不是自己去報名的。就是有城市建設啦各方面的規劃的專家提名以後，然後再由評審委員實際到各個城市去看。所以今年得到的這個城市獎的是倫敦，那台北得到的叫做特別，我看台北叫什麼獎？特別表揚獎所以台北是特別表揚。休息一下就回來。好，台灣台北談新北國民黨說呢，指控蘇巧慧的陣營一直跟拍李四川，像迷妹一樣。迷妹什麼意思啊？幹嘛一直跟拍啊？所以李四川說，選舉是選政見，不是選狗仔隊啊！沒跟拍我幹什麼呢？那所以李四川陣營說，對手派人跟他所有的行程。蘇巧慧說，候選人行程本來就常常重疊啊，你去我也去啊。所以這個很正常啊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的這個市議員新北市議員叫呂家凱，他說呢，李四川因為還沒有真正的深入地方，如果真正深入，民調會上升，因為才剛提名沒多久嘛所以這一次當然他以前當副市長一定是很深入的，這次還沒有真的去拜票等等。那蘇巧慧很早就提名了，已經跑了很久了。蘇巧慧說彼此祝福好吧，祝福你民調上升，也祝福我民調上升，彼此祝福。我們看一下。新莊地藏案繞境，地方盛事，市長參選人李四川不缺席，不過3個小時前，他的對手蘇巧慧才來過。雙北刻意錯開，或許就怕10號的尷尬場面又重演。不過藍營的市議員參選人指控，就算某些行程兩人錯開，蘇巧慧也會派幕僚跟蹤李四川。臉書曬出多張照片，李四川也順勢發話。現在又派人跟蹤這一個跟拍，我認為這一個都不是光明的事了那我想
我們選舉是要選政見，並不是選個國仔隊。選舉活動哦，大家候選人的行程本來就常常重疊，所以大家就是各自論述自己的政見，君子之爭。我想這才是現在新時代的選民想要看到新時代領袖的樣子。蘇巧慧要對手別大驚小怪，畢竟新北活動只有那些。算一算，從6號至今，兩人已有7場活動是相同的。不過6號晚間的3重同鄉會參會是被該議員參選人進一步指控，受邀名單明明沒有蘇巧慧，但他卻不請自來。我們早在5月12號就已經收到該會的邀請，那也回復會出席。那包括在討論出席與否，討論流程的這個對話記錄，其實幕僚也都有。我想大家在這個部分就不用再做太多的爭執。聽起來對硬蹭這事，蘇巧慧比較介意。好，我們2位新北市立委在這邊哈，來孟凱，你先說。好，在講到新北的選情呢，我還是要先講一下，因為我們是質詢行政院院長、監督行政院長，任何人都可以對於不管是台北、新北，你說希望蔣萬安多談一點市政沒有問題，但是行政院長卓榮泰你是最沒有資格講這話。為什麼這麼講？導播如果可以的話，再看一下卓榮泰那一天到南投的這個畫面。我想請教一下卓榮泰，你是行政院長，你旁邊跟的是誰？民進黨的縣長候選人，很奇怪嘛。我們就說，現在民進黨從過去到現在，只要選舉到了，就變摇身一變，行政院長變成全台跑透透輔選的大母雞。過去有蘇貞昌拿一根撞球棍在那邊比東比西，現在有卓榮泰就配合各縣市的活動。那你民進黨南投縣長候選人沒有任何官職啊，沒有任何的一個職務啊。如果說你今天你是行政院長，要下鄉要了解要關心地方的縣政市政的時候，那我請教南投縣政府有沒有通知？有沒有南投縣長？其實說他縣長，因為家裡現在有一些私事，所以說可能不方便。但他的副縣長有沒有出席？還是說現在今天就變成是你行政院刻意來去拉抬的？那第二個部分，你提到說蔣萬安講到監察院，過去萬安他是立法委員出身，跟卓榮泰一樣，跟賴清德一樣，也因此他對於國政有一定程度高度的了解跟重視，所以萬安的脈絡有跡可循，而且是從頭到尾是一致的。但反觀是你民進黨從在野的時候跟執政的時候立場是完全不同的。還有更重要，如果說真的要講說，哎呀，監察委員因為法令到了一定要提好提滿的話，那我們先來檢討一下，你卓榮泰 NCC 委員已經違法沒提名多久了？至少3個月違法沒提名了。賴清德的大法官、司法院院長代理了2年，賴清德的檢察總長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提名，這些都是你們明知法令而是違反法令的部分嘛。好，拉回來，我想到新北市的這個選戰，為什麼李四川團隊會特別提出來這一點部分？其實候選人行程重疊，我想這個大家都會有，因為行程可能重要的大場活動就是那幾場，那前後去參加。但是李四川團隊特別提到的是什麼？是說當李四川在台上講話的時候，會發覺蘇巧慧陣營的人，不管是有穿背心或沒穿背心，會在現場後面去拿手機錄影。那我們想問說，拿手機錄影，明明台上，如果說今天是蘇巧慧在致辭，你在台下幫蘇巧慧拍影音，不管是拍照，你說這個記錄影片，你可能你要發社群媒體平台用，這無可厚非，各陣營都會做。但今天我們看到的，或者說我們講到的是，當李四川在台上講話的時候，怎麼會現場會有蘇巧慧陣營的人？所以說才會李四川陣營這邊有推出很多的，就說我們已經看到了他有穿背心或沒穿背心，然後我們的人把他給拍起來，所以這叫什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啊！就我們看到了蘇巧慧的人在拍李四川，所以我想回歸啦。新北市政，我們對於川博100%信心，因為過去他幾十年的經驗，用公務、用建設、用工程來奠定整個新北的一個市政契機，而未來他在進入到新北市政府的時候，我相信一定馬上第一天就上手，這不會有蜜月期。所以各自努力，好好的做事。但是我們真的拜託各自陣營，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候選人給宣傳出來，不要刻意的挑毛病。洪路雄。
沒錯啊，孟凱剛最後那一句講得不錯啊，各自陣營好好自己努力啊。我覺得這一次這個指控，我自己覺得啦也好蠻奇怪的啊。但是選舉本來就是這樣，吵吵鬧鬧啊，大家各說各話，然後各自都有自己的觀點跟論述。不過如果說跑行程重複，人家就是跟着你。我覺得這一點啊，我個人覺得有點牽強啦。而且你看這次說的這一個人啊，也不是現任的議員，而是一個大家也不知道的人啊，可能要選舉的人啊，借此炒個知名度，然後呢，就可以這樣子。那我真的覺得說啊，這樣子的選舉，我倒覺得你要去做其他的攻防可以，但你說跑行程，人家跟你同樣的就變成說是迷妹什麼，我覺得這個就有點，我個人覺得太牽強了，不應該這樣了。我們常常在地方上跑行程，大家都蠻會遇到啊，遇到也是打個招呼啊，我覺得就是這樣啊，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行程，都是公開的大家都是可以一起跑，而且他說的那個行程，那個蘇巧慧他也有講啊，人家那個理事長還陪着他敬酒啊，怎麼說會他不請自來？我覺得這個就不用講到這個行程，這個有時候講得太過反而會反效果啦。永平，就是候選人在地方上跑，那他經常被邀請到同一個行程，這是很正常的。我們這邊在座的都是選舉過的，大家都很有這個經驗。我跟大家講什麼不正常啦，就是你的團隊啊跟着你呢是去拍老闆本人的嘛，對不对？像我如果去，我的隨行或者是這個我的小編，他去就是拍我啊。那當然，這個候選人走了就要走嘛，就一起走嘛，這才是正常的嘛，大家一車。現在不正常的是什麼？我那時候在新北市選立委，我的對手陣營就是這樣。根本完全就是只有我在的，他的候選人甚至沒有來的，他們的人也跑來拍我。他要知道你講什麼吧？對，就是這一點。那這個知道我們要講什麼後面呢？現在李四川陣營為什麼很關心這個？因為後面他很可能會給你斷章取義啊，會給你剪這個張冠李戴的影片啊，甚至呢以後都可能變成選舉官司。因為我那個時候在幫廖先祥站台的時候，是我們自己國民黨辦的很內部的小場的部分哦。結果我在台上幫他講的話呢，我被賴品妤告。那時候他對手是賴品妤，我想說是被賴品妤告我什麼呢？他把我講的話批評這個賴品妤任內的一些話呢，他把他前後呢斷章取義。可是我們沒有錄啊，因為我們想說是我們自己的，然後他們提供給警察、提供給檢察官的都是那個前後剪接的所以後來我的部分他告我誹謗就不起訴處分，就是因為我跟檢察官講，我說這個我當時順序不是這樣講的，你今天把他前後順序改了，好像我講了這樣子一個對他不利的話，可是我當時的順序不是如此啊。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現在的選舉大家如果還可以維持過去的這種方式，你就拍你自己的，對自己候選人如何，那攻防什麼的，大家也都正規的來。結果你每天呢，自己候選人也走了，然後呢，就一直對李四川一直拍啊，一直跟，那他當然會擔心，覺得說，你這樣子一直跟我，會不會日後又要扯司法，又要搞奇怪的影片，又要幹嘛？那我們不能講說民進黨沒有這個記錄啊，在新北市記錄可是多着呢。大家要不要下次看一看，在新北多少這些相關的官司，大家弄出來一目了然。所以選舉後還要出庭，很多時候還要出半天，接下來再回來。好，高雄市立民生医院登革熱又一個群聚，已經6個人感染了，公家醫院所以也被議員提出質疑了那因為陳其邁說市政做不好，出去輔選會被笑他不知道是講他自己不出手，還是笑蔣萬安到處跑那議員這個陳麗娜就批評，他說你市政做不好，你市政做好嗎？你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爆發登革熱，連續6個人啊。另外呢，本州工業區有發生重大的火警啊，而且呢，這個聯合報星期評論也說，陳其邁馬上要交棒了。但是很多市政難題未解，他舉了幾個，因為當時韓國瑜被罷免選陳其邁，他說我2年要拼4年哦，然後呢緊哦，然後緊哦，然後呢他就舉例，譬如說蛋黃區有2個大的問題哦，譬如說這個，所以三民區存在四大的這個毛病哈，所以呢這個肉品市場的遷移、民族社區的都更、中都磚窯的活化、表參道的計劃都沒有完成啊，都沒有完成啊，而且你高雄市政府是肉品公司第2大股東啊，那怎麼到現在這個鄰居已經受了60年的苦，為什麼都遷移不了呢？然後呢車站地下化，搞了半天，對不對？這個2009年6月27號動工到現在，火車站及周圍店家就生意都不好，都沒有人所以呢，當時陳其邁選舉的時候發表高雄表參道計劃，1樹6橫街道的概念，就搞了半天，現在什麼熱河街啦、九如路啦、建國路啦、八德路啦、七賢路啦、六合路等等呢，就要比照日本的表參道，就現在這麼久以後，現在火車站周邊的店家豬啊、獸啊各種廣告，遊客稀稀落落，所以呢也看不到過去的榮景就變成這樣子好，我們看一下。高雄市立民生醫院爆發院內登革熱群聚感染，周日有新增1名匡列病患確診。衛生局表示，民生醫院匡列追蹤同病房出院的高風險病人，採檢確診，周日新增1例，新增個案是58歲的男性長照中心住民，跟指標病患同住6樓病房。本起群聚累積6例，研判目前尚無疫情外擴社區之情況。截至6月13號為止，本起群聚案疫調匡列之中，高風險的第一圈接觸者應採檢96人，4人因長假而追蹤健康，無異常待採，其餘92人都已全數完成採檢作業。周日再檢出1例登革熱陽性確診者，其餘1132人都為陰性。好，那麼宏儒怎麼看高雄？我覺得啦，高雄你說這個登革熱群聚或什麼的，我個人真的是還認為就是說有第一時間處理，然後呢有掌控。那其實陳其邁市長當初這個 COVID-19 的時候，他當副院長的時候，其實他這個處理的很有經驗的。所以我覺得你說要說他這一個沒有處理好，我個人認為這個發生的這個登革熱這個常常在高雄往年也都會有。不過我覺得他這一次第一時間處理，我個人認為也是處理得不錯。如果說要這樣子，就說什麼他最後的考試不及格，我覺得這個有點牽強。畢竟你看他的這個施政滿意度，他還是全國幾乎是最高的所以我覺得不要因為要選舉的時候了就去抹煞所有人的這一個努力了。像我如果剛剛講。因為台北市可以去新加坡拿任何獎，我認為全台灣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人能夠全世界走出去，能夠領到獎，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事我們都要一起為他努力為他加油才對好，另外一個剛剛要補充一下，這個鏡新聞又做了個民調說呢，這個賴瑞隆45.1%，強勢領先柯志恩的24.8%，幾乎是1倍耶兩個人差距20.3個百分點那賴瑞隆回應說，高雄要選擇前進未來，拒絕對立操弄那另外呢，柯志恩就說奇怪的，因為 TVS 不久之前做的民調，那他們只差0.6個百分點，所以幾乎是一樣，在誤差範圍之內。那這個柯志恩就說 ，TVS 做完這個民調以後，綠營連續丟出3份民調，都說賴瑞隆強勢領先所以柯志恩就說。如果你真的大幅領先，幹嘛這樣操作呢？做1份就好了，幹嘛連續1個禮拜要做3份民調呢？你問我這些民調，我還是比較相信 TBS 做的每次他是最準的，而且他也沒有什麼，他反正就是做嘛，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沒有說什麼特別要偏袒什麼候選人。那另外國民黨也有委員說這個民調呢有點奇怪了，他做的政黨支持度，民進黨在高雄支持度43%，國民黨多少趴你知道嗎？16%。就民進黨高雄支持幾乎是民進党國民黨的3倍，難怪結果是這樣。那這個實際上這樣的就是說政黨支持度沒有差到這麼遠了。
高雄也許民進黨多一點，但是不會到43:16這樣的比例了啊。來，孟凱，這是不是就是所謂的機構效應bias的一個狀況哦？因為確實，如果說高雄來講，其實這個基本盤也許民進黨稍微高一點，但是絕對沒有辦法，不會差到說所謂的3倍之多啦。那有可能是有一些民眾他接到這個電話，也許這個機構、這一個民調公司，他就是不想要回答，也因此拒絕答覆的情況，造成說這個民調最終的結果。那這樣子有沒有失真？我覺得各民調現在出來，大家都尊重哦，因為我自己也是學科學的人，所以說只要這個民調它是真的有做到一定的樣本數、一定的时间以及正式的民調的話，我基本上都予以尊重。但是如果說真的民調領先了20%賴瑞隆的話，那很奇怪啊。賴瑞隆這個上禮拜六突然主動提起所謂的家人攻擊啊，什麼家人攻擊？就是針對柯志恩，他說他的小朋友、他的先生的一個家人的一個部分來做攻擊，馬上柯志恩就反擊啊。說實在話，賴瑞隆講說拒絕對立操弄，我也認同啊，絕對不要對立操弄啊。那我請教，領先20%的一個市長候選人為什麼要這樣做？先講選舉再怎麼樣，你說你要罵個人，你要監督，你要檢視個人沒有問題，但是絕對不要提及家人，尤其禍不及家人，故意提及家人，所以柯志恩馬上回擊，就是說真的想清楚，賴瑞隆你要講家人嗎？哦，這是我們也要提醒賴瑞隆的團隊跟賴瑞隆本身，你真的想要提家人嗎？再來第二點，把自己做好比較要緊嘛。我們到目前為止，不知道洪路委員有沒有下去跟賴瑞隆合體，說什麼運動會等等的。但是我們看賴瑞隆過去的這一段時間，真的看到的他的一些競選策略比較少，或者說競選主張政策比較少。可是有看到一些他跟其他委員的什麼運動啦、跑步啦等等，但選一個高雄市長是要做這個體力的耐力賽的一個比較嘛？那最後不可諱言，高雄的媒體相對少一些。那如果說高雄的媒體相對少一些，都還有登革熱的疫情在爆發，或者說有被關注的時候，我真的拜託，不管是誰執政，好好的專心市政，把登革熱的疫情、登革熱狀況降低下去，這才是最後半年任何市長應該要做的事情。來，真宇。其實我覺得高雄蠻有趣的因為現在目前就有知道，好像陳其邁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他有高滿意度，但是就像剛剛我們提到的登革熱事件，它的高爭議性也是不斷的大家可以看到之前包含到說美濃大峽谷啊等等的啊，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山坡的問題，我覺得這一些是高雄市民給人家蠻有趣的地方，它有高爭議度，但是同時他的首長又是高滿意度，所以我反而是覺得說現在在民調的這一塊我認為啦，高雄這邊最大的對手，坦白說不一定是柯志恩，但是絕對是長期執政下面的盲點跟很多的陋習，所以高民調不見得就可以表示說是有高選票，但是翻盤的機會絕對是高的，因為曾經韓國瑜也是有推翻過整個高雄的政權，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目前高志恩委員在就是那個委員他其實在講這一塊家人的這一點我覺得他講得很好，他一直不斷說你強調你真的要來講家人嗎？這個時候他是同時間在保護2個候選人的，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應該是說啦，當市政的爭議開始累積了，其實選民他投的真的已經不是不滿了，而是他到底對於高雄市民的期待有沒有辦法去做到。所以賴瑞隆，我覺得跟我們的柯志恩委員呢，2個人在對比之下，其實真的要讓大家看到你對高雄的願景，除了演唱會之外。接下來的高雄，賴瑞隆，你想要延續的是什麼？那柯志恩又可以帶給高雄有什麼樣的新氣象？我覺得這才是高雄市民所期待的。那剛剛講到登革熱的這個部分，除了我們的境外移入之外，我們在就是高雄市的整個清潔有沒有辦法做得如實？市政到底有沒有失靈跟斷線？我覺得這個反而是現在陳其邁會不會讓賴瑞隆變成是一個雙頭的雙軌馬車，現在讓整個高雄整個失靈很大很大的一個原因，所以其實柯志恩委員真的，我覺得非常的有機會，不管他是不是這顆不一樣我認為高雄值得有不一樣的未來。賴偉，我們看了比較偏綠的媒體丟了2-3份出來，都是大贏了，賴瑞隆大贏，各位都知道，大家都選舉過了，他是大贏，一定怎麼樣？好整以暇，盡量不要去碰對方啊。
盡量不要去攻擊對方啊！你幹嘛去攻擊對方，然後讓他來打我，然後這個聲量大家都起來，怎麼會這樣做呢？就代表讓那種緊張了嘛。T 台的民調大家都了解，不管誰委託的 ，T 台是絕對的，它有主體性的，你不能跟他說什麼。而且老實講，收費也不便宜啊，但是他就是堅持他的東西啊，所以清楚看得到這個柯志恩跟賴瑞隆只差0點幾。賴瑞隆緊張了嘛，其他的就是出來就是當啦啦隊了嘛，這一看就知道了。我再強調一遍，如果真的像這樣，最近2份民調贏的都是28%的話，賴瑞隆為什麼要去攻擊柯志恩的家人？有必要嗎？然後反而被柯志恩反殺嘛，因為他的家人本身，賴瑞隆家人本身也有問題呀，對不對？大家都不願意談他的家人的問題，結果你現在把柯志恩的家人拿出來講一遍，那柯志恩就講你的家人，那這個東西是對你是加分的扣分，這個就是很清楚，就不是好招嘛啊！然後我再講一個東西，柯志恩上一次選2022年的時候，他的民調給他做到多低，中間也是綠營這些機構來給他做的，16、7%，票開出來40%。中間的時候比較後期一點，做的比較好一點，所以可以做到什麼？做到差不多30%左右，但票開出来就40%，所以他等於是他加10%，再加到20幾%，變這個樣子。所以綠營的民調真正的反映出柯志恩的票，他已經選過一次，是這個樣子。所以這一些你可以看到什麼台獨建股、新台灣的什麼智庫做的，大概都有這個問題。現在在台南跟高雄這個藍營支持者的情況呢，跟早年戒嚴時期綠營支持者接到民調就躲起來了，很類似啦。就說如果是他不信任的民調機構